继十之奇旅系列的大小乔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妲己，这就是小布出的王者荣耀奇迹版妲己。注意，这个十之彼端呢，并不和大小乔是同一个系列的，毕竟十之奇旅系列也有妲己的皮肤嘛，不要搞混了。和前两款一样，这次是做成了成品，上张新书里面是主体、尾巴以及两张替换脸型，下张则是专属的地台和机械臂，袋子里面是替换手型、备用关节以及支架的通用零件，此外还有背景板、说明书以及图鉴卡片。主体上没有防射膜，我们装上尾巴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这款皮肤的设定毕竟是机器人嘛，所以给到了紧身衣和科技感的造型。相信大家把这几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想必是 EVA 吧。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下。首先，身体上有不少的细节是给到了这种凸起的圆圈，浑身都是胶衣的质感，纹路细节风格呢也都相似。头顶都有接发信号的仪器，不一样的地方也不少，比如说妲己穿的更性感，脚上是黑天高，以至于同样是奇迹版，比驾驶员呢又高了半头。它的重量方面是49克，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它的头发很厚，除了下巴之外呢都给包裹住了，所以你拍照的时候，如果说前面不补光，脸就会很黑。我们补个前光看一下，并且的头发比较厚嘛，所以说脸就会显得很宽。比起去年同时期的奇迹版，这次的面雕呢进步很大，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槽点。头发丝的细节给的挺多的，而且同样是 PVC 的材质，比起同厂的超越版呢细节要好了很多。当然丰富的细节也是有代价的，就是它的荷蒙线呢会更多。头发的涂装给到了橙色的渐变色，不过相机拍的不明显。头上的外设呢像一个大发卡，上面有两个大狐狸耳朵，耳朵的材质挺硬的，而比较纤细的天线呢可以看到材质很软。主体部分脖子的侧面呢有两个开口露出来的皮肤，胸口露出来的这一块是心形的，看来这次主人制造它时没有偷工减料，有阴影遮挡的时候才能看到一条沟，大小不让人失望。底下还有肚脐眼的细节，背后可以看到露出来了一半的背。胳膊的造型比较简单，在胳膊柔处呢有褶皱细节，外侧有粉色装甲，手部的关节比较多，所以说对于机器人来说呢，这里的细节比较丰富。手臂甲比较复杂，但不是替换的，可以放心。另一面也没有偷懒。尾巴的话是一个空心的透明件，可以看到是紫粉渐变色，里面增加了很多闪粉，比较梦幻。腿部的造型比较简单，线条挺好看，背部有两条凸起的线条，脚部鞋跟比较高，不过站住还是没问题的。为了还原出皮肤的科技感，可以看到除了肤色之外，都有给到珠光工艺的涂装，在不同的角度下会有不同的光彩效果呈现。不过为了还原这种梦幻的效果，漆面会比较厚嘛，所以品控方面会偏脏一点。我比较大的漆面瑕疵就是耳朵侧面呢，可以看到有一点脏，左小腿肚子的粉色没有涂够。可动方面低头幅度还可以，抬头一般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胳膊的平台注意让位能够达到90度左右，大风车没问题。胳膊曲轴超过120度可以平转。躯干处的可动只有胸部的一个双头球形关节，靠部有下拉关节，但侧低只有45度，前低90度，后低15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膝盖小幅度平转，脚腕的接地性不错，脚尖没有可动。尾巴是双头直状连接的转轴关节。一旋绑下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小布毕竟是浑身两面包夹姿势的关节嘛，所以紧实程度稳的一批，不用担心。主要是前两款呢都有脚尖可动，这次怎么就没给呢？配件方面有一对五指张开手，一对炮制手以及一对握拳手，一张眯眼的表情或者阴影，一张迷茫的表情或者神态。注意这次换脸除了要拆掉刘海之外呢，还要拆掉这一个发箍，如果你不把发卡装回去的话，就是缺一块。最后就是一个配套的机器人整备台了，地台和机械臂的造型分色做的还不错，毕竟这是主体外的唯一配件嘛。机械臂的结构和奇迹版的通用支架呢是一样的，都是3段齿轮关节。如果对摆姿势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把工具头给拆下来，换上这一个软头夹子，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专属的地台支架。这样搭配的话，整体的效果不错。不过机械臂呢会干涉住尾巴向上抬。总之，这是奇迹版的妲己造型细节做的不错，但由于设定没有其他的配件，所以说可玩性就差了一些。如果能给个技能特效也行呀，或者是给个握持手，毕竟和它一样1:12的武器呢有的是。